中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犹如一记重拳，将中国人的中国梦打得粉碎。曾经傲视全球的世界工厂，如今濒临崩溃，房地产神话更是轰然倒塌。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经济巨人腐烂的伤口，看看这个曾经令世界惊叹的奇迹是如何变成一场噩梦的。制造业这个曾经的中国经济顶梁柱，如今却摇摇欲坠。官方数据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已经连续4个月低于荣枯线50，8月份的 PMI 更是跌至 49.1， 比7月份的 49.4 又下降了 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工厂正在关门大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即将失业，无数家庭将陷入贫困的深渊。房地产市场的崩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就在上周，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万科公布了20多年来首次出现半年亏损的报告。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丧钟，宣告了中国房地产神话的彻底破灭。无数中国家庭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如今却可能化为乌有。让我们进一步剖析这个令人绝望的制造业 PMI 数据。49.1 的总指数背后是一片令人心碎的惨状。大型企业尚且勉强维持 PMI 为 50.4， 但这个数字比荣枯线仅仅高出 0.4 个可怜的百分点。然而，中型企业的 PMI 已经跌至 48.7， 小型企业更是惨不忍睹，仅为 46.4。这意味着中国的中小企业正在如秋后的落叶般纷纷凋零。那些曾经充满活力的小作坊、家庭工厂，如今却门可罗雀，机器生锈。更令人胆寒的是 ，PMI 的各个分项指数都跌破了50的荣枯线。生产指数为 49.8， 新订单指数仅为 48.9， 原材料库存指数更是低至 47.6。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工厂的生产线停摆，订单断崖式下跌，企业不得不变卖库存求生存。从业人员指数跌至 48.1， 意味着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扫地出门。那些曾经靠着辛勤劳动供孩子上学、赡养老人的工人们，如今却要面对失业的绝境。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尊严，都在这场经济海啸中灰飞烟灭。如果说制造业的困境还让人心存一丝侥幸，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崩塌则让人彻底绝望。这个曾经创造了无数造富神话的行业，如今却变成了一台疯狂运转的财富绞肉机。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100家最大房地产公司的新房销售额同比暴跌 26.8%， 仅为2510亿元。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房地产巨头们，如今却如同丧家之犬，为了几套房子的销售而四处哀求。新建住宅销售均价虽然较7月份小幅上涨 0.11%， 但这微不足道的增幅简直就是对市场的嘲讽。更可怕的是，二手房价格较上月下跌 0.71%， 这意味着无数中国家庭赖以维系财富的房产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贬值，他们的财富如同沙漏中的沙子，正在无情流失。与去年同期相比，新房和二手房的平均价格分别下跌了 1.76% 和 6.89%。曾经被视为最安全投资的房产，如今却成了一个看不到底的深渊，吞噬着人们一生的积蓄和梦想。那些倾其所有买房的年轻人，他们不仅要面对高额房贷的压力，还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投资一天天缩水。那些靠着炒房发家的人生赢家，如今却可能沦为负债累累的房奴。这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正在无情地撕碎中国人的安居梦。面对如此惨烈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却如同一场荒诞的滑稽戏。
他们的政策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据报道，中国正在考虑一项天文数字般的计划，允许对高达 5.4 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这个数字之大，足以让人怀疑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失去理智。然而，这种大水漫灌式的救市手段，无异于饮鸩止渴。金融界的专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项政策与新房需求无关，主要惠及现有房主。换句话说，这可能会让一些人的月供减少，但对于那些已经失业或者收入大幅下降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更可笑的是，至少有10个城市的政府已经放松或取消新房价格指导方针，试图让市场需求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更多的房地产公司可能会选择降价甩卖，进一步打击购房者的信心，加剧市场恐慌。国际金融分析师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将导致银行下调存款利率，最终将削减家庭储蓄的利息收入。这意味着普通中国人不仅要面对房价下跌的噩梦，连仅存的一点储蓄收益也要被剥夺。这种雪上加霜的政策，无疑会让中国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潭。面对如此绝望的经济形势，人们不禁要问，这场噩梦何时才能结束？然而，专家们给出的答案简直让人不寒而栗。西方经济学家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底。这意味着中国人还要在这经济地狱中煎熬至少2年。更可怕的是，这位专家认为，在市场稳定之前，房价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10%至20%。而在制造业方面，情况更是雪上加霜。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欧洲经济萎靡不振，曾经的世界工厂如今却门可罗雀，机器生锈。那些曾经靠着廉价劳动力和庞大市场傲视全球的中国制造商们，如今却不得不为了一单生意而四处哀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都预计中国将无法实现今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个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国家，如今却连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都算不上亮眼的增长目标都难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未来恐怕将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黑暗。如果说上述问题都是中国经济的内忧，那么来自国际环境的外患则让中国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贸易战的阴云不仅没有散去，反而越发浓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扬言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60%的关税。即便他已经下台，这种反华情绪在美国政坛仍然甚嚣尘上。即便是现任总统拜登，在对华政策上也毫不手软。欧洲方面，能源危机和通胀压力让这个曾经的主要出口市场疲软不堪。那些曾经热衷于中国制造的欧洲消费者们，如今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曾经热络非凡的中欧经贸关系，如今也冷若冰霜。更令人绝望的是，保护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肆虐。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供应链安全，试图切断对中国的依赖。这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那些曾经靠着出口创汇养活了几代人的沿海工厂，如今却面临着订单断崖式下跌的噩梦。面对如此惨烈的经济形势，中国究竟还有出路吗？这场危机不仅摧毁了无数普通中国人的财富和梦想，更是对整个中国模式的一次毁灭性打击。也许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末日审判。那些靠着房地产泡沫和出口红利而暴富的人们，如今将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国模式，如今看来不过是一场即将崩塌的海市蜃楼。